它是二战美国海军的传奇舰队，堪称史上最大航母舰队。它被誉为是灭国舰队，它就是第58特遣舰队。做视频不易，求关注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众所周知，航空母舰作为现今世界海军最为倚重的水面舰艇，一个国家哪怕是拥有一艘航母，也绝对可以在无数国家中脱颖而出了。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距今70余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仅一支美国海军第58特遣舰队就配备了15艘航母之多。暂且抛开航母性能不论，单从数量上相比，这支舰队拥有的航母就比现如今的美国海军还要多数艘。那么该舰队的历史是怎样的呢？其舰队战力又有多高呢？1941年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日本海军的这次突然袭击，导致美国海军付出了死伤3600余人、损失8艘军舰的沉重代价。不仅是对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次重大打击，也直接使美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处于被动局面。也就是因为这次袭击，不仅使美国正式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让其真正认识到了航空母舰对于当代海战的重要性，并且因此将美国海军的军舰建造计划全力转移到了航母上来。这也就使得第58特遣舰队出现的第一个因素得以满足。马克·安德鲁·皮特·米切尔，美国海军4星上将，1887年1月26号生于威斯康星州。1906年，米切尔进入到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就读。1919年被授予海军十字勋章。1942年接任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的指挥官。1943年8月以少将军衔升任美国海军西海岸航空司令。1944年2月指挥第3航空母舰支队。彼时的米切尔在太平洋战争刚爆发之时，就曾根据目前日美双方舰队的实力，建议海军高层放弃旧有的单航母舰队编制，而是实行3到4艘航母为主的快速航空母舰特遣舰队。这样的话，航母之间就可以彼此掩护，也可以在执行任务时拥有更多的航空战力和作战灵活性。此种理论一出，便在当时的美国海军中引起巨大反响，并且得到多数人的认同，使得第58特遣舰队出现的第二个因素，也就是理论基础得以满足。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美国因为受限于太平洋战争前期的劣势，不仅航空母舰数量达不到组建要求，其航母性能也不合格，这就使得特遣舰队的设想难以实现。所以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克·米切尔的建议只能被当作是一个设想。不过天无绝人之路，1942年7月，埃塞克斯级航母正式下水服役。相比列克星顿这些性能较为落后的航母，埃塞克斯级航母不仅具备了很强的生存能力，其可搭载的舰载机数量更是有100架之多。而更为重要的是，因其27100到33000吨的排水量，使得该型航母的最大速度达到了33节，这也就满足了与战列舰、巡洋舰甚至驱逐舰联合作战的要求。也就是因为这3种因素的满足，为特遣舰队的组建提供了可能。1944年年初，随着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正式成立，其快速航空母舰部队也因此组成了第58特遣舰队。且由于美太平洋舰队采取轮换制度，第58特遣舰队亦称作第38特遣舰队，由米切尔担任该舰队的指挥官。至此，人类海军史上最大舰队初具规模。而组建后的第58特遣舰队，随着美国建造航母的速度越来越快，其舰队规模也越来越大。该舰队的实力也因此由10余艘航母逐渐发展到近20艘航母。而此时的太平洋战争也已经进入到后期，日本海军因为几场大规模海战，其航空战斗力已经是损失殆尽。而相比较日本海军的凋零，第58特遣舰队庞大的航母舰队不仅搭载了众多由战争磨练而出的舰载机中队，还配备了当时美军的数艘新型战列舰，使得该舰队不仅是当时美国海军的最强舰队，也堪称当时史上最大最强舰队。而全盛时期的第58特遣舰队也在马克·米切尔的精心分配下，形成了4支航母分队，每个分队都配备了4艘航母、3到4艘巡洋舰和数十艘驱逐舰。也就是因为这种分队编制，使得该舰队的每支分队都有着很强的独立作战水平。该舰队也随后参加了几乎所有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后期的大规模作战。
1944年1月，第58特遣舰队参加了自组建以来的第一场实战，即燧发枪行动。该作战行动不仅是美国海军为占领马绍尔群岛所进行的首战，也是为了夺回日本海外地盘的第一步。同年2月，第58特遣舰队的冰雹行动也使得日本舰队被迫转为被动防御状态，也再无能力对夏威夷造成任何危害。该舰队也在随后3月到4月接连参与了帕劳空袭作战和西新几内亚登陆战。1944年6月，随着塞班岛战役的爆发，标志着美军已经逼近至日本的绝对国防圈前。而在明白美军意图和塞班岛的重要性后，日本联合舰队随即奉命开赴马里亚纳海区，在全力救援南云忠一的同时，寻机和美国海军进行大规模决战，力求重创美国海军主力舰队。而第58特遣舰队也在斯普鲁恩斯的命令下，同日军舰队在马里亚纳爆发了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航空母舰决战，其结果也早已是人尽皆知。虽然日本海军在此次大战中压上了全部家底，但面对此时从各方面都能碾压日军的第58特遣舰队，实在是难以与其抗衡。而在经历过此次海战之后，日本联合舰队再无力同美国海军所较量，第58特遣舰队也因此仅凭一战歼灭了一个国家的整支舰队，被冠以灭国舰队之称。1944年10月，第58特遣舰队又参加了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海战，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场航母对决的莱特湾海战。最终，日本海军阵亡1万余人，损失1艘航空母舰、3艘轻航空母舰、3艘战舰和8艘巡洋舰以及12艘驱逐舰。日本海军最后的力量因此被全部消灭。日本联合舰队也在此役过后，不再是太平洋战争中的一个战略力量，只能依靠大和号战列舰残存于世。1945年4月，面对美军发起的冰山行动，日本联合舰队决定以大和号战列舰进行最后一搏。而日本海军的此项行动，面对此时正处于巅峰时期的灭国舰队，无异于是以卵击石。最终在没有任何空中掩护之下，这艘史上最大的战列舰，也是旧日本海军标志的大和号，在第58特遣舰队舰载机的围攻下，连一半的行程都没走完，甚至一炮未发就被击沉于纺织甲海域。至此，随着该战列舰的沉没，标志着日本100年联合舰队的终结和旧日本海军的灭亡。而在此次海战过后，美国海军第58特混舰队也一跃成为太平洋上唯一的霸主。且由于该舰队的航母阵容过于璀璨，不仅传奇战舰多得惊人，其性能和战力也都极高，被称为是当时的地表最强舰队。该舰队因此还被后人称为黄金舰队。此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第58特遣舰队组建的那一刻开始，就可以说直接改变了世界海军的形势，其影响也一直持续到今天。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